成为网文写手后，我每晚码字暴更2万，竟走火入魔进了精神病院。出院后，二叔把闲置的大平层留给我住，让我好好生活，别再作妖。然而我还没感动多久，就在业主群里看到了邻居的消息。收到通知，请回复。我家龙子最近得了痔疮，要做手术，费用2万，我也不多要，你们每家出2000多，出来的就当给我家龙子红包了。还有这个月的蔬菜水果上新，你们自觉点去买，别麻烦，我来催。我瞬间惊了，我记得我出院了啊。怎么还能遇到精神病？不过没关系，他不正常，我更不正常。看着群里的逆天消息，我想起了二叔让我住进这间房那天。当时我刚从精神病院出来，都比脸都干净，二叔却把一串钥匙拍给我。小陈啊，你独自在外打拼，爸爸妈妈都在老家，这次二叔必须管你。说完，他拉着我到了汤臣2平小区，看着眼前的精装大平层，我感动得热泪盈眶。二叔直接大手一挥，表示我想住多久住多久，只要别再走火入魔，闹着要从阳台跳下去，飞升仙界就行。然而好日子没过多久，第2天我就遇到了邻居在群里发癫，此时他正在艾特我。你是刚搬来的吧？按规矩，新来的住户要给我家龙子5000见面礼，给你打个折，加上医疗费的份子，一共6500就行。我顿时气笑了，直接嘲讽道：“你这长的是金质还是银质啊？这么值钱，把照片发群里看看。”此话一出，龙妈瞬间愣住了，下一秒她开始疯狂的输出：“会不会说人话？我看你的嘴才长了痔疮，真是没家教。算命先生说我们家龙子身份高贵，你这种命贱的，上赶着来舔都没机会。”但我也不惯着他，直接反击：“这高贵的真龙天子怎么还长痔疮啊？难不成是天天蹲龙椅上憋出来的？我看不是聋子，是聋子吧？你也是个龙妈，听不懂人话。”这下龙妈彻底被激怒了，几条60秒的语音直接甩了出来。不过我却懒得和她浪费时间，转身去冲了个澡。等洗完出来，我发现楼下刚毕业的女生林婉私信了我：“你刚才好厉害啊，在群里说的那些话，简直是替我们全小区出了一口恶气。”随后，我从她口中得知了隔壁邻居的光荣事迹。原来这家人早就臭名远扬了。群里那个龙妈叫王桂花，是个十足的泼妇，每天除了出门打牌就是说闲话。小区里的年轻人基本都被她编排过。她的龙子赵天龙更不是东西，是远近闻名的魔龙。往车上划涂鸦，往门锁里灌胶水，抢其他小朋友玩具，几乎是家常便饭。赵天龙的爷爷也是个老色鬼，天天偷看小姑娘洗澡。之前有个小姑娘报了警，他却倒打一耙，说小姑娘故意勾引他，天天堵在他下班的路上，吓得小姑娘连夜搬家。赵天龙的奶奶更是把绿化带全刨了种菜，天天拎着粪桶去浇肥，谁敢碰他一根菜苗，他就半夜去人家门口烧纸哭丧，闹得不得安宁。至于赵天龙的爸爸赵德明，表面上人模人样，实际上是全家最坏的。他在小区门口开了家小吃店，缺斤短两是家常便饭。有人找他理论，他直接让家里2个老人去堵门骂街。听到这，我明白二叔为什么会把这么好的房子给我住了。这老小子果然没安好心，是要让我和这伙奇葩斗一斗啊！不过没关系，这正合我意。他们不是喜欢装疯卖傻吗？那我就让他们见识见识什么叫真正的不正常。然而我还没动手，门就被人敲响了。剧烈的敲门声下，王桂花不停咒骂：“死穷鬼，快开门！敢骂我家龙子，今天老娘不打死你！”可话音刚落，我便推开了门，居高临下的看着他。在我1.85米的身高压迫下，王桂花瞬间愣住了，但没多久，她又恢复了嚣张。臭小子，你这是什么态度？个子高很得意是吧？我告诉你，你骂了我家龙子，不给个15000块赎罪费，就滚出小区！我心中瞬间升起一股怒火，差点当场犯病，给他从窗户丢下去。不过我还是忍住了，毕竟我在精神病院的室友老刘告诉我过，智取比蛮力有用，而他就是靠着骗过医生才顺利出院的。于是我故作无辜：“王姐，你误会了啊，我马上就把钱给你，您先进来坐会。”听到我要给钱，王桂花大摇大摆地走进来，一屁股坐在沙发上。我警告你，别跟我耍花招，我们家有的是办法，让你混不下去。我一边应着，一边走进厕所，从马桶内侧刮下了一些陈年冷肉，我将其混在了泡好的茶里，笑着端到了王桂花面前。也许是浓郁的茶香遮住了恶臭，她直接喝了一大口。你也算懂点事，以后好好听话，乖乖交钱。等等，你这茶怎么还有碎末啊？王姐，这可是上好的中药材，人中黄，我特地给您加的。此话一出，王桂花整个人脸色都变了。臭小子，你竟然敢！他张牙舞爪的想扑向我，我直接一记鞭腿将他出门外，滚到了自己家门口。随后是一阵激烈的呕吐，他整个人都站不起来，而我一身轻松的关上门，不再理他。从这天起，我们2家就正式开战了。我没想到，我和赵家的战争开始后，第一个受到冲击的居然不是我自己，而是住在我家楼下的林婉。这天我下楼时遇见了他，便打了个招呼，可他却一脸紧张，直接拉着我躲进了楼道。随后，一个瘦巴巴的老头走了上来，开始四下打量。这老头看起来一脸猥琐，发现寻不到林婉的踪迹后，气得往地下吐了口痰，便上楼了。林婉顿时松了口气，告诉我，这就是赵家那个色老头。最近这段时间，我发现他一直偷偷跟着我，还拿手机偷拍。
今天我又碰上他了，多亏你在，不然我都要吓坏了。这老登找你干嘛？要我说，刚才根本不用躲，我直接帮你把他收拾了。林婉却叹了口气，前段时间我看见赵老头在偷拍小区里其他女孩，就故意搞出动静引人围观，结果因为坏了他的好事，直接就被他给缠上了。你之前能在群里替我们说话已经很不容易了，没必要再为了我去惹一身骚。闻言，我看着这个故作坚强的女孩，顿时有些感动。怎么能这么说？我来咱们小区只办3件事：收拾赵家，收拾赵家，还是特么的收拾赵家。现在这赵老头欺负到你头上了，我岂有不管的道理？林婉顿时一愣，随即露出了苦笑。可这赵老头就是块滚刀肉，年纪又大，报警都治不了他，咱们能怎么办？我没说话，而是拉着他回家，让他把关于赵老头的事情都讲一遍。听完后，一个绝妙的计划在我脑中出现了。第二天，林婉照常出门去面试，赵老头很快也出门了，始终跟在林婉身后5米的距离，像块甩不掉的口香糖。然而等林婉开始面试，赵老头却久久见不到他走出来。过了半个多小时，他终于没耐心了，踩着凳子爬上窗口开始偷看。结果只看了一眼，他整个人便呆住了。屋里哪有什么面试现场，只有一个女人背对着他，正在慢慢脱下上衣。看着那光洁的香肩，赵老头流起了口水，心中也开始乱想：什么工作还要脱衣服？我猜的没错，这小妮子果然不正经。看我给她拍下来，到时候拿去要挟，让她对我言听计从。嘿嘿。想到这，他立刻拿出手机开始拍摄。然而他刚打开录像，对面的女人就转过了身，对他露出一个冷笑。赵老头被吓了一跳，重心不稳，背后突然感觉像是被人推了一把，竟直接掉进了屋里。这一下差点把他摔散架，好半天才缓过来。可看清后，他更加恐惧了，因为对面的女人根本不是林婉，而是一个5大3粗、脸上涂得惨白、戴假发、穿女装的大汉。老东西这么喜欢偷看，那我让你看个够。下一秒，我一记肘击打在了赵老头肚子上，让他忍不住惨叫，但我却毫不手软，又连续补了5击，肘得老头躺在地上打滚。随后我又开始把他当马骑，猛扇屁股。怎么样，爽不爽？回去告诉你家里人，小爷我专打你们这种王八蛋。老头马上点头，连滚带爬的离开了。这时林婉才从后门出来，笑死我了，他那副样子跟见了鬼一样。不过你这么搞，不怕赵家报复吗？我闻言忍不冷笑，报复？我等的就是这个。对面的报复简单而直接，那就是半夜敲我家墙。不仅如此，他们还对着墙放音乐，想让我不得入睡。可惜他们失算了，我直接晚上戴着耳机码字，白天补觉休息。有时来了兴致，我还能跟他们对吼鸡嗓子。一来二去，我精神好得不得了。对面一家却挂上了黑眼圈。然而我还是想得太简单。这天晚上，我懒得出门，便点了一份外卖套餐。结果因为码字过于投入，等我回过神来，外卖已经送到半小时了。我赶紧开门去取，门口却只剩个空餐盒。凑近一闻，一股刺鼻的尿骚味直冲脑门，差点把我当场熏吐。我瞬间反应过来，是对门那家人搞的鬼。果然，在我调出门锁监控后，画面里是对门的胖小子赵天龙鬼鬼祟祟偷了外卖，吃完还对着盒子撒了一泡魔童仙饮，活脱脱一个混世魔王。我顿时怒火中烧，想要拿着视频去找物业讨个说法，可理智却告诉我，对于这家人，物业根本束手无策。于是我又冷静了下来，一个计划也逐渐浮现在脑海。等到第二天中午，我照常点了一份外卖，摆在门口没拿。只过了10分钟，赵天龙就摸了过来，见四下无人，他拎起外卖就跑，走之前还不忘对我的门吐了口水。我全程没有露面，而是把这一切录得清清楚楚，当做证据收集好。之后我将这些连带之前的录像都放进了一个 U 盘里。等做完这些，我继续爆更了2章剧情。等再停下休息，已经傍晚了。为了避免自己再次走火入魔，我下楼吃了一碗面。然而我刚回来，就听到隔壁家传来了痛苦的哀嚎，我瞬间露出冷笑，因为我知道自己的计划成功了。哀嚎声持续了没多久，我就看到邻居家急匆匆地打开门，背着上吐下泻的赵天龙上了车。他们一去就是1晚上，我也因此能舒服地睡个好觉。等到第二天，我一起床就接到了林婉的电话。你听说了吗？你对门那家出大事了，他家那熊孩子不知道吃了什么脏东西，上吐下泻，跟开了闸似的，直接喷了一墙。一家人慌慌张张地送医院，结果半路上孩子没憋住，车里喷的到处都是。王桂花想安抚他，结果直接呼了满脸，现在全小区都传开了，笑死我了。话音刚落，他突然意识到了什么。等等，这事不会就是你干的吧？闻言，我露出了一个神秘的笑容。不然呢？真龙天子总得配点九转御膳不是？原来那天被赵天龙偷走外卖后，我便寻到了一家口碑极其惨烈的店。那家店的大肠是出了名的原汤化原食，洗都懒得洗干净，普通人吃一口都得窜3天，更别说赵天龙一口气炫完了一大盘，不喷才怪。得知真相后，林婉差点笑死，不过她还是不免为我担心。你可要小心点，王桂花那泼妇绝对不会善罢甘休，这次你让她丢脸，她肯定要找你拼命。我刚要说自己做好了准备，就忽然听到了一阵急促的敲门声，还有王桂花气急败坏的怒吼：“你个杀千刀的，是不是你给我儿子下毒？我儿子要有个3长2短，我跟你同归于尽！”闻言，我忍不住露出了冷笑，来得好，正好让我把你们一网打尽。刚打开门，王桂花的唾沫星子便扑面而来：“你个没良心的死穷鬼，我儿子可被你害惨了啊！医疗费2万，精神损失费3万，今天你不拿出这5万块，别想关这个门！”跟在他身后的老太太也顺势往地上一躺，拍着大腿哭天抢地：“老天爷啊，这世上怎么有这么恶毒的人，专欺负我们孤儿寡母啊！
我的金孙龙子被他下了毒手，拉的都脱了形了。医生说再晚送一步，肠子都要拉穿了。那可是我们老赵家3代单传的毒苗啊！他这是要刨我们家的祖坟啊！今天他不给我孙子偿这个债，我这条老命就定在他家门口了，让他永世不得安生。他这模样活像受了天大的冤屈，半点没提赵天龙偷外卖的事情。上下楼的邻居很快就围了过来，对着我们指指点点，但我却丝毫不慌，只是慢悠悠开口：王桂花，我倒想问问，你怎么就这么确定你儿子吃的是我放在门口的外卖？这一句话瞬间让王桂花卡了壳，脸涨得通红。围观的邻居们也纷纷表示，这家人早就习惯了偷东西碰瓷，不是头一回干这种缺德事。王桂花顿时恼羞成怒，扬手就朝我脸上扇来，然而我反手就是一巴掌，随后左右开弓，扇得他原地打转，脸瞬间肿成了猪头。老太太被吓得一哆嗦，想要悄悄溜走，但就在这时，楼下忽然传来了警笛声，老太太瞬间又来了精神，躺在地上大喊要把我抓进监狱。可惜她打错了算盘，正是我让林婉报警的。这一次，我要给他们留下刻骨铭心的教训。来调查的巡捕有2名，一名年轻些，一名看起来比较年长。他们刚进门，老太太就眼肌拉满，滚在地上哭得撕心裂肺。巡捕同志，你们可算来了！这小子下毒害我孙子，还动手打人，欺负我们孤儿寡母，你快把他抓起来，让他赔我们5万块，不对，10万块。闻言，年长巡捕用审视的目光打量我。你就是周海吧？有人报警说你被人碰瓷陷害，先把事情经过和证据说一下吧。此话一出，周围顿时哗然，王桂花和老太太也傻眼了。不过很快，王桂花便恢复了嚣张。有什么好说的？我儿子还在医院躺着呢，就是他害的。可惜下一秒，他就彻底说不出话了。我直接掏出 U 盘，当着所有人的面，将赵天龙的偷外卖的视频，还有群里的聊天记录，以及我的外卖订单记录都一一展示。巡捕同志，他们多次勒索我，要我出孩子痔疮手术费，见面礼，属于恶意敲诈。而且我没有下毒，只是点了卫生条件差的外卖。他儿子偷我外卖，责任不在我。至于他的脸，是刚才想动手打我，我只是正当防卫罢了。闻言，年长巡捕脸色立刻沉了下来，转头看向王桂花婆媳：“你儿子偷外卖在先，你们还上门勒索、诽谤、寻衅滋事，已经涉嫌违法。还有什么想说的吗？跟我们回局子说吧。”一听要被带走，王桂花婆媳瞬间慌了，但还没来得及狡辩，就被年轻巡捕押走了。看到这一幕，围观的邻居们纷纷拍手叫好，而我则深藏功与名，回到屋里继续码字了。我本以为这次能给对面一家留下点教训，可我却没想到他们的报复来得如此之快。这天早上，我刚睡醒，准备下楼吃个早饭，然而刚打开门，一股扑面而来的恶臭就把我熏了回去。只见门口堵了几十袋垃圾，全是些发酵了的残羹剩饭，门把手上也被涂了黄色不明物体。要不是我比较小心，差点就中招了。不用猜，就知道是对门哪家奇葩干的。2天前他就被放出来了，罚了5000块，还被迫在业主群公开认错道歉。但我知道，以他要面子的程度，绝对不会就此善罢甘休。只不过我没想到，他报复的手段会如此的低劣。这时，我发现王桂花在业主群里发了一堆照片，正是我家门前的惨状，仿佛是在炫耀战绩。他还阴阳怪气道：“谁家这么不讲卫生啊？垃圾堆了这么多不扔，还在门前随地大小便，有没有公德心啊？”我直接对道：“确实，也不知道是谁家的狗没拴好，拉得到处都是。”说完，我丢下手机，任凭王桂花在群里无能狂怒。林婉也看到了照片，专门上门劝我：“周哥，算了吧，对门哪家人太疯了，咱们惹不起。”但我却露出了冷笑，谁还不是个疯子啊？既然他要玩，那我就跟他玩到底。当晚我什么话都没有说，默默地把垃圾收拾干净。我还在群里发了张照片，表示我不追究这件事了。王桂花果然以为我认怂了，半夜直接带着人到了我家门口。赵德明提着一箱垃圾，都是他们店里变质的食材瓜果。老太太则拎着浇菜的肥桶，准备直接来一个发愤图强。赵老头更是叫嚣自己特地1天没去厕所，要给我来个大的。然而就在他们越发嚣张时，一阵剧烈的噪声突然响起，王桂花面前的大门直接被我用电锯一分为2。看到眼前这一幕，赵家人集体傻眼了。只见我戴着小丑面具，举着一把嗡嗡作响的电锯，站在被劈开的门前，仿佛地狱恶鬼。不等他们反应过来，我便挥舞着电锯劈向了赵德明抱着的一箱变质瓜果。箱子应声断开，见了赵德明一脸，他顿时吓得屁滚尿流，转身就跑。其他人也反应了过来，纷纷开始逃命。可没走几步，老太太就被绊倒，装农家肥的桶直直的扣在了赵德明头上。赵德明瞬间吃了口大的，倒在地上，像王八一样绝望的挣扎。赵老头这老登倒是跑得快，但快要摸到他家门时，被后面的王桂花狠狠掐了一把，他瞬间疼得大叫。王桂花趁机冲进屋里，把他关在了门外。而我已经走到他面前，狞笑道：“老儿不死为贼，今天本道爷就嘎掉你这老色鬼的命根子，为民除害。”赵老头吓得裤子都黄了，赶紧磕头认错：“小哥，不对，天尊，我错了，再也不敢偷拍姑娘了。但这丢垃圾真跟我没关系啊，是我那脚家的儿媳妇的主意。您要报复就去找她吧，要杀要剐随您便。”行，这可是你说的，你别后悔。说完，我再次拉起电锯，狠狠劈向了赵家的大门。脆弱的大门很快被劈开几个口，传出了王桂花惊恐的尖叫。这时，外面突然喧闹了起来，
或许是这边动静闹得实在太大，有人报了警。果然，巡捕很快赶来，将我们全押到了车上。被我吓得半死的王桂花缓了过来，狠狠瞪着我：“你小子完蛋了！老娘这次不让你赔得倾家荡产，再进去关个半辈子，就跟你姓。”然而我却十分淡定，因为他不知道自己已经陷入我的计划了。一进巡捕房，王桂花就扑到桌前哭天喊地：“巡捕同志，你一定要给我们做主啊！这小子持械行凶，我差点就没命了。这就是故意杀人，没有10万赔偿，别想和解。不对，50万。”老太太也直接往地上一瘫：“真是作孽啊！这小子把我老婆子给吓掉了半条命，还害惨了我的儿子。你看看这一头奥利给，以后怎么见人啊？”赵德明也凑上去想让巡捕仔细看看，熏的巡捕赶紧让他别的，我却一脸纯良无辜：“巡捕同志，我在家好好待着，听见门口有动静，还以为是邪祟呢。拿电锯就是为了斩妖除魔，为民除害啊！”说到这，我顿了顿，故作委屈：“我刚从精神病院出院，医生说受刺激就容易分不清现实和剧情。他们大半夜抱着垃圾粪桶堵我家门口，不是故意害我犯病吗？”此话一出，两个巡捕瞬间面面相觑，转头看向赵家人：“你们大半夜抱着垃圾粪桶跑到人家门口，到底想干什么？”赵家人瞬间卡了壳，支支吾吾半天编不出一句完整的话。我见时机成熟，立刻掏出手机，把提前备好的证据全递了上去。有他们半夜往我门口堆垃圾的监控，有林晚收集的赵老头骚扰女住户的录音，还有赵天龙多次偷邻居外卖、老太太破坏小区绿化的照片，铁证如山。赵家人百口莫辩，最终几人因寻衅滋事、多次骚扰他人被依法拘留，而我做完笔录就顺利放行。此时已是半夜，林晚正在巡捕局门口等我，我冲他比了个凯旋的手势，林晚顿时一笑，准备拉我去吃一顿热乎的宵夜庆功。我明白，这场和赵家人之间的战斗是我赢了。这次被捕，赵家的大人里除了老太太只是被批评警告，全部拘留了10天，还被罚了2万块，并为王桂花和赵德明还要每周去社区做义务劳动。这一通处罚下来，他们也知道疼了，消停了不少。与此同时，我的事业也越来越顺利。在连载的小说《我在魔门混饭吃》被一家公司看中，要改编成动画。哪家公司的老板叶总居然是我的粉丝，从第1章开始就在追了。我不仅能获得分成，还被聘请为编剧，最近天天去和他讨论剧情。二叔也得知我惩治赵家人，高兴坏了，专门给我摆了一桌席庆祝。席间，二叔喝得酩酊大醉。小海啊，二叔没看错你，果然能把这一家奇葩收拾得服服帖帖。这房子之前就没有租户可以坚持1个月，好几个得了抑郁症，我都以为要废掉了呢。真是多亏了你，这就叫天生我材必有用。我顿时一阵无语，不知道二叔是在夸我还是骂我。不过要不是他提醒，我差点忘了这老小子坑我的事了。要我还是个正常人，怕不是也要被送回精神病院了。于是我也毫不客气：“二叔严重了，咱们什么关系？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啊！对了，我听说你最近新买了大 G， 你今天又喝了酒，要不让我替您开一会儿？”二叔瞬间明白了我的意思，酒醒了大半，但又不好拒绝，只能心疼地交出了钥匙。等酒席结束，我让二叔坐地铁回家，自己开着大 G 扬长而去。同时，林婉也在我的介绍下去了二叔家的饭店实习。他干活麻利，思路灵活，很快就得到了重用。然而就在我以为日子会越来越好时，一通电话却打破了宁静。这天我刚写完新的剧情大纲，准备休息一下，叶总的电话突然打了过来：“小海，你看那个视频了吗？”我顿时有些懵，没明白他的意思。叶总叹了口气，发给我一个链接，那是一个视频，播放量已经突破了100万。一打开，我就看到了王桂花那张大脸，正对在镜头前诉苦：“家人们，谁懂啊？我们一家人都快被那个疯子精神病逼得走投无路了。他刚搬过来时，我好心拎着水果去看他，他却伸手就打，他还恶意辱骂我10岁的儿子，故意下毒，引诱孩子吃下脏东西，害得孩子差点拉虚脱。我上门讨说法，却被他当众殴打。他还半夜拿电锯劈烂我家门，扬言要杀我们全家。老人被吓出重病，孩子也患上严重心理疾病，不敢上学了。更让人绝望的是，他仗着有精神病不会被处罚，继续欺负我们这些老实人。求大家帮忙转发，让恶人得到惩罚，给我们家一条活路。”在视频的最后，他还附上了现场视频，不过视频被剪辑过，只保留了我发疯追砍他们的画面。不知真相的网友们义愤填膺，表示我真不是一个东西。有人甚至挖出了我连载的小说，号召网友集体去刷差评举报。就连业主的公司也受到了冲击。今早开始就有人打电话骂我们公司狼狈为奸，和劣迹作者合作。小海，我知道这么说你很难受，但在处理好这事前，改编工作可能要停一下了。我顿时陷入沉默，但也明白叶总也没办法，只能苦笑。然而下一秒，我忽然收到了林婉的消息，王桂花一伙居然找到了二叔家的饭店。得知二叔有难，我什么都顾不上了，我速驾车赶了回去。可还是太晚了，等我赶到饭店时，现场已经是一片狼藉，锅碗瓢盆摔了一地，好几张桌子都被掀翻了，连水族箱里的鱼都被人捞出来摔在了地上，收银台更是被人撬开，钞票散落一地，不知道被人抢走多少。而林婉扶着被打伤的二叔，看到我后忍不住大哭：“周哥，刚才王桂花带人堵在店门口，非说要叔叔替你赔钱谢罪，他们还骂你是个疯子，气得叔叔上去和他们理论，结果没说几句就打了起来，他们人又多，我根本就拦不住。”二叔则捂着被打肿的脸，继续硬撑：“没事，这帮龟孙子说不过我就动手，真是一群孬种。要不是他们人多，我早就把他们办了。”
哎呦，屁股疼！闻言，我先感到一阵心疼，随后是无法压抑的愤怒。我一个人和这帮恶人对线早就习惯了，可现在居然欺负到了我家人和朋友身上，这绝对不能。把二叔送到医院后，我陪着林婉收拾好饭店，暂时关门。随后我开车送林婉回家。然而刚到楼下，我就看到物业经理带着人堵在单元门口。林婉吓得连忙躲到我身后，我也一脸警惕，但物业经理却带头鞠了一躬：“周先生，我们都听说了你的遭遇，这太不公平了。那赵家人是什么货色？我们还能不清楚吗？你这是为民除害啊！现在网上都在污蔑你，我们不能坐视不管。”其他人也纷纷附和，表示愿意为我作证。看着眼前的一切，我和林婉都热泪盈眶。同时，一个计划也在我心中逐渐成型了，而这个计划将彻底把赵家打垮。这段时间，我一直闭门不出，任凭网友各种辱骂和 P 一照。这幅场景让王桂华认为我已经彻底完蛋，因此变得越发嚣张。他开通了直播打赏，每晚都开直播卖惨，怒斥我的恶劣行径。有时他甚至还去我家门口直播，打算用无声抗议我的暴行。不过每次他没待多久，就被其他邻居们用各种理由赶走了。而我对这一切都熟视无睹，默默进行着我的计划。我建立了一个情报共享群，林婉、二叔、叶总还有和我熟悉的业主都在里面。在我的安排下，他们都进行着各自的任务，只有每晚才会在群里交流任务进程，这最大限度地确保了计划的隐秘，避免被王桂花和支持他的网友发觉。而我则负责整理所有情报，一步步推进计划。物业经理送来了赵家人闹事的所有监控视频，其他业主则把王桂花在镜头前卖惨，镜头后数钱的丑态拍得十分清晰。二叔也把饭店的损失核算好，连带监控录像一起发给了我。但我明白，只有这些还不够，这些或许可以让赵家大出血，但无法扭转现在的网络风向。我需要一个更致命、直指赵家死穴的证据。没过多久，林婉那边就出现了突破。为了更好的获取情报，林婉开了一个小号，天天发自拍照，经过处理，根本看不出是林婉。而在赵家那边，赵老头最近压抑坏了。如今王桂花靠着直播赚钱成了赵家大功臣，而他因为出卖过王桂花，被家里百般排挤。在这种情况下，突然刷到了一个住在附近没见过的美女，这老色鬼瞬间上头，加上了林婉开始私聊。就这样，在林婉的循循善诱下，我们套到了一个重要的情报。其实我一直好奇，赵德明的黑店天天坑蒙拐骗，为什么一直没有被查封？而这次林婉套来的情报，终于揭露了这个谜团。赵德明的黑店能横行这么久，靠的就是两顶保护伞，一个是收了他常年贿赂的街道负责人，对他缺斤短两的烂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；另一个是物业公司的副总裁，他小舅子开的食品厂卫生品控不合格，但赵德明的店照单全收，把过期变质的原料加工成吃食卖给顾客。靠着做这种损人利己的缺德事，赵家获得了在小区里横着走的特权。听完这些事，我瞬间眼前一亮，在群里敲定了下一步计划。林婉，你继续去套那赵老头的话，最好把他哄成个胚胎。随后你再说自己认识个 MCN 的大老板，看中了他家流量，要砸钱把他们打造成顶流网红，并且约他们家人线下见面详谈合作，而且必须全到场。叶总，这个假扮老板的活就交给你了，到时候你穿定制西装，配商务车，把大佬派头拉足，趁着赵家赴约的空档，我和林婉就潜入他家后厨和仓库，拍下问题食材和他贿赂的铁证。物业经理也挺身而出，物业公司这边就交给我吧，就算丢了饭碗，我也要扒出副总裁和小舅子勾结的合同与流水。我早就觉得他们不对劲了，这次正好为社区除一大害。就这样，在我们紧锣密鼓的安排下，一切终于准备妥当。到了周末，赵家人打扮得油光水滑，乐呵呵地钻进了叶总的商务车，而我和林婉则从潜伏的街角走出来。这一刻，行动正式开始。我和林婉假扮成情侣，大摇大摆地走进了赵家的小吃店。看店的伙计正在打盹，根本没有注意到我们。我们顺利摸了进去，把厨房里的脏乱差一一拍下，随后直抵仓库门口。因为林婉从老头嘴里套出了仓库密码，所以我们很顺利打开了。尽管已经有了预期，但眼前的景象还是让我们震惊了。一股恶臭扑面而来，仓库里堆满了各种变质的蔬菜和肉类，甚至还有不少苍蝇在飞舞。林婉倒吸一口冷气，我的天啊，这块肉的岁数怕不是比我都大了，我以前还吃过他们家的菜。想到这，他瞬间忍不住干呕起来。而我一边录像，一边巡视着四周，很快在左侧发现了更重要的东西，是一个保险箱。我问林婉，她知道这是什么吗？她摇摇头，表示老头子也没提过这个。我顿时了然，连自己亲爹都不知道，里面必然藏着对赵德民至关重要的东西。可我们不知道密码，根本打不开啊！我却神秘一笑，从自己一直背着的包里倒出一堆东西，有锤子、电锯、钻头、凿子。林婉被震惊了，我却很淡定。出门在外，我带这些防身很正常吧？不说了，接下来你捂住耳朵。说完，我直接举起钻头，对准保险箱狠狠对了上去。剧烈的撞击溅射出火花，在我一阵坚持后，保险箱被破开了。里面的东西果然和我猜的一样，是赵德明和食品厂的所有进货记录。看来他也害怕被人背刺，留了个心眼威胁物业总裁。可惜这些证据马上就要为他自己送葬了。然而我们还没高兴多久，突然收到一条叶总的消息，赵德明居然得到消息，开始往回赶了。收到叶总的通知后，林婉拉着我就想撤离，然而门已经被锁住，我们根本出不去。可恶，肯定是伙计听到声音才反锁的，我们现在怎么办？没事，坐下来等着。林婉瞬间懵了，等谁？赵家人？我没说话，只是点了点头，找了个地方坐下。林婉虽然不理解我的意思，但也只能照做。很快门被推开，赵德明带着王桂花走了进来。一见到我，王桂花便阴阳怪气道：哎呦喂，这来的是谁啊？那股风把您给吹进来了。
怎么，我们的周大作家不写书，开始偷东西啦？赵德明也对着我冷笑：臭小子，你总算落在我手里了，居然还敢动这种歪心思，不知道我上面有人护着。我告诉你，就算把这些拿出去了也没有，你信不信我一句话，你就要去蹲牢子啊？真是太蠢了，当初乖乖给我家赔钱，怎么至于这样？说到这，他突然想到了什么。不过只要你删掉那些监控视频，再发视频磕头认错，赔上10万块，我就不把你送到局子里。你看这条件够好吧？我要是你，现在肯定哭着谢天谢地了。看着他们嚣张的姿态，林婉直接气坏了。明明是你们家一直在小区里欺负人啊，怎么这么不要脸？笑话，那是你们命贱，活该被我们家踩在脚下。那群网友也一样，我随便卖卖惨就信了，简直比猪还笨。然而就在他们越发嚣张的时候，我突然开口：我看这条件确实不错，不过我想略作修改，换成你们向网友赔罪位，你看怎么样？说完，我露出一直在直播的手机，全场都惊呆了。原来早在进入之前，我就意识到，简单的拿到证据，并不足够让赵德明彻底完蛋。所以在赵德明进屋里的第一时间，我就打开了直播，目的就是为了让他亲口说出罪行。此时，我直播间的观看人数已经破万，赵德明和王桂花刚才嚣张的姿态，他们全看见了。弹幕不停刷屏让赵德明和王桂花谢罪，吓得他们脸色惨白。意识到局势无法挽回，赵德明居然朝我冲了过去。可恶，你毁了我，你也别想好好活着。我下意识伸手去挡，可他却拐了个弯，把我身边的林婉拉了过去。可恶，他是故意的。只见赵德明掐着林婉的脖子，面露疯狂。好，喜欢跟我玩阴的是吧？喜欢直播是吧？那老子就当场毁了这个女人，到时候就算你赢了，下半辈子也要活在阴影里。看到这一幕，直播间的气氛瞬间紧张起来，热度则突破了10万。王桂花也疯了一样尖叫：老公，别放过这小妮子，就是她一直帮着这个疯子破坏我们的好事，咱们完蛋了。这小妮子和那个疯子也别想好过。林婉吓得流下眼泪，对我不停摇头，而我看着他们疯癫的模样，却逐渐冷静了下来。其实你们说对了一点，我是个疯子，是个精神病，所以说我根本没有必须像正常人一样对待你们。此话一出，王桂花和赵德明都愣住了，不明白我的意思。但下一秒，他们便看到我拿起了电锯，露出狞笑。侦探游戏结束了，现在是狩猎环节。看着我拿着电锯逐渐逼近，王桂花慌了，对着赵德明大喊：老公，你快打那个小妮子，让那个疯子别过来。赵德明也慌了，对着我威胁：你少吓唬人，再敢动一步，我就划破这小妮子的脸，让她毁容。可话音刚落，他就被一个飞来的石子砸中了眼睛，发出一声惨叫。趁着他手上的力道减弱，林婉也顺利挣脱，对着他的魔丸就是一记鞭腿。这下赵德明的叫声更惨了，倒在地上不断打滚。王桂花也吓得瘫在地上，不停求饶：我错了，我知道错了，周大哥你就饶了我们吧，我们不是人，不是东西，都是一群畜生，你就把我们当个屁放了吧。饶你容易，给网友们磕头认错，现在马上。说完，我把手机交给林婉，让他对准王桂花。王桂花瞬间愣住了，有些犹豫，但看到我再次发动电锯，赶紧跪下磕了几个响头。而我则看向了刚刚站起来的赵德明。你老婆都磕了，你不磕几个不合适吧？他闻言气得咬牙切齿，居然伸手想要和我争夺电锯，但还没靠近，就被我一记肘击打在脸上，瞬间倒下。我又一脚踩在他魔丸上，狠狠碾了碾，疼得他几乎昏过去。这时，赵德明终于怕了，狠狠在地上磕了10几个响头，把脑袋都磕肿了。我也如愿打开了门。行，你们走吧，别让我再看到你们。两人立刻谢天谢地，一瘸一拐地走出门外。然而刚走2步，他们就愣住了。门外站着的居然是叶总和几名巡捕。看着他们绝望的表情，我知道这场对决是我赢了。王桂花和赵德明被捕后，我搜集好的视频和证据也被传到了网上，网友们彻底识破了他们的真面目，开始为我说话。我成了敢于向恶势力反击的英雄，小区里最珍贵的好邻居。而那个和赵德明狼狈为奸的街道负责人，因为受贿被双规，锒铛入狱。物业公司的副总裁也被革职举报，小舅子的食品厂被查封，而物业经理因为举报有功，被提拔为了我们小区的总负责人。他向所有业主保证，一定会创作一个和谐友善的社区，像赵家人这种货色再也不会出现了。但最让我开心的是，这场风波之后，我的小说人气也更高了，改编动画的消息也借机宣传了一波，热度多次登顶。叶总告诉我，按这个趋势播出后肯定能大爆，他甚至已经准备续订下一季，光是预付金就够我下半辈子财富自由。半个月后，关于赵家人的判决下来了，赵德明情节恶劣，数罪并罚，被判处没收违法所得3年有期徒刑。王桂花作为从犯，拘留1月，被罚了10万元的赔偿，加上其他七七八八的处罚，他们家最终赔了40万，几乎赔了精光，店铺也被查封，吊销营业执照。更重要的是，他们的名声已经彻底臭了。没办法，赵老头和老太太只能卖掉了小区的房子，带着天龙灰溜溜的跑回乡下。得知这个消息时，正好也是我小说改编动画官宣的庆功宴。林婉和二叔坐在我身边，为我鼓掌庆祝。叶总也一脸笑意，敬了我一杯酒。这一刻，我春风得意，身边有朋友有亲人，仿佛过去的喧嚣都与我无关。我明白，赵家人只是留在我身后的绊脚石罢了。我的人生未来只会更精彩。